上一世我拒绝并教富婆求爱，一心挂在校花身上。为了富婆不再纠缠我甚至捅了她一刀。她失望离开后，我起早贪黑打工供校花上大学。4年后，只换来了一句“你是好人，我们不合适”。心灰意冷下，我选择了跳河自杀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死的这天，她回来了。我的灵魂飘荡在天上，看到了4年不见的她，穿着红色衣服，跪在零下10几度的江边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我。听人说，被淹死的魂魄投不了胎，除非能找到替死鬼。我穿着红色的衣服，你肯定一眼便能看到我，所以这个替身鬼由我来当，这样下辈子就没有一个叫神鸟的人缠着你了。林离，我来找你了。突然，一道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拉回了他的思绪。他竟然回到了4年前。离哥，校花刘庆柔等会要来店里，小费还是记你账上么？你那边的事解决没？不就是个纠缠你的丑女人吗？不行的话，兄弟，我晚上摸黑去给他一刀。别，你可别乱来。房间的抽屉里还放着一把水果刀，但是这一次林里不会再拿起那柄刀，更不会再捅伤沈扰了。就在这时，楼下响起急促的刹车声，门外沈扰穿着黑色长服，美轮美奂的容颜像是被抽干了血色。林离对上了一双眼睛，空洞、痛苦、堕落，像是心脏要碎掉的感觉。小姐，冷静。完了，果然病发了。林医生呢？快把镇定剂带过来。小姐，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屌毛，到底有哪里值得您这么做？为了他，何至于卑微到这个地步？我就要他留在我身边。我很冷静，我不能干涉他的生活，不能强迫他，不能让他不开心。我很乖的。沈扰就算是发病了，都在克制着自己，不能吓到林离，不能让林离讨厌自己。他沉默着，一步一步地走进房间。林离望着面前小心翼翼、卑微过头的女子，红了眼眶。沈扰，他下意识想伸手抚平她蹙起的眉头，却发现自己满手的鲜血。他又赶紧将血在身上胡乱擦干净。我都这么乖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？因为那个叫柳庆柔的女人是吗？林离心脏泛起窒息的酸涩，他猛地上前一步，义无反顾地抱住了脑袋空白的沈扰。相隔2世都不曾有过的拥抱，令沈扰心心念念了一辈子，这是他到死都不曾得到的妄想。保镖们简直难以置信地看着行为诡异的林离。不是因为他，沈扰，不是因为柳青柔，都是假的，是我骗你的，对不起，沈扰，是我误以为你的爱带有目的，对你产生了偏见，还一身反骨，让义无反顾的你受伤了。突然，林离手掌好像触碰到了温热的液体，林离摊开手抬起，看到了染红手掌的血。急匆匆冲进门的女医生见到这一幕，瞳孔惊缩。你放开他，让我来。她立马将沈扰从林离的怀里拉开，快速的打了针镇定剂，确认沈扰昏睡过去，且没有受到其他的伤害后，女医生松了口气。快带小姐去医院。而后抬头紧紧盯着林离。他怎么了？看着眼前面露担忧与关心的青年，女医生翻了个白眼。几个小时前，小姐查到了当年绑架你的那群团伙，这危急关头，她收到了你的短信，你不该问我的，该问问你自己，究竟给她发了什么，才害得她在那么关键的时刻失魂落魄，才导致她后背被砍了一刀。林离，虽然我不明白小姐为什么非你不可，但她这1年对你的好，你真的感觉不到吗？算了，说到底是她强求了，你拒绝没有错。而此时林离并不知道这件事，前世沈扰越是强求，他就越是觉得他有所图谋，再加上有点逆反心理，就用水果刀刺伤了他。还好回来的及时，要是再晚一天，我岂不是让他伤上加伤？现在想想自己还是年轻了，不甘心死磕只会破产，及时止损退场才是应当的。还是晚上再去医院看他吧，趁着现在有空把柳青柔的事情解决了。林离叹了口气，他掏出用了3年都没舍得换的手机给兄弟打电话。无眼，柳青柔来店里了吗？刚到呢，放心吧，离哥，我办事嘎嘎的，不会给他推销那些宰客项目的。怎么不推？给他推，让店里的销官给他洗，什么水疗鱼子酱套餐、挑染都给他额一遍，价格给他拉到底。我操，离哥，你发财了吗？并没有。离哥，你可想好了，真这么给他推，这趟小费少则几百，多则几千，咱那点实习工资他是遭不住。我可没说记我的账，你悄悄跟前台说，这笔单让柳青柔自己付。对了，记得跟销官说提成分我一半。好了，就这样哈。以柳青柔的尿性，肯定会默认是我买单，他花我钱不会心慈手软的。离哥，这是觉醒了吗？不凑钱给柳校花买苹果了。不过如此甚好。林离憋着的郁气可算散了0.1%，然后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形象。不怪爸妈以前看不惯我。走到衣柜前，入眼的左边是数不清的奢侈大牌，右边是高端定制，全是他的尺码。这是他上辈子成为连锁店老总都舍不得穿的料子。林离心头有种说不出来的酸涩，因为厌恶沈扰，所以他从不碰别墅里的任何东西。尽管他是个洗头仔，但立志会成为个人物的他，坚决不接受女人施舍。之前年少轻狂不懂事，放着这么爱我的女人不爱，去舔那个猪狗不如的女人。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38块钱，不由得一阵沉思。38块钱能买只鸡给沈扰煲汤吗？看来还得去店里支援点。刚一下楼，这栋别墅的管家一副见鬼的表情，盯着他身上的穿着，神情变幻莫测。有车吗？我出门一趟。前天你为了报复小姐纠缠你，把车库里那台车砸了，说你绝不受拖来之时，现在还在维修中呢。那把别墅的买菜车借我出个门。
管家一脸古怪的将车钥匙递给林离，再目送他出门。再接着，管家猛地360度变脸，咧出标准的8尺笑容，矫健的冲到门口，掏出手机，对着林离的背影一顿咔咔咔拍照，再以飞快的速度给沈扰打去了电话。小姐，大事发生了，林先生穿着您买的衣服出门了。上一世我拒绝并交富婆求爱，一心挂在校花身上。为了富婆不再纠缠我，我甚至捅了她一刀。她失望离开后，我起早贪黑打工供校花上大学。4年后，只换来了一句“你是好人，我们不合适”。心灰意冷下，我选择了跳河自杀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死的这天，她回来了。我的灵魂飘荡在天上，看到了4年不见的她，穿着红色衣服，跪在零下10几度的江边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我。同样的年纪，你也太优秀了。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一本生。说真的，我在这干了5年，还从来没见过比你还有气质的人。当初离哥说你跟他一个地方的，我还不信，以为你是富家女来的。萧官诧异又羡慕的眼神，成功的取悦着柳青柔的虚荣心。他知道，像柳青柔这样的校花，平时估计听厌了夸颜值的话，就逮着她缺失的地方夸。人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，柳青柔也不例外。柳青柔不自觉嘴角上扬了起来，露出极易察觉的笑容。哪有这么夸张？都说富不富看发质，白不白看的。要是你这发质能再好一点，一眼看去妥妥的白富美，以后普通男生都不敢追你，高低也得富二代才敢表白了。我们家最近新推出一款鱼子酱水疗，一般的女生我都不会说，普通人要这么好的发质干什么呢？但你就不一样了。柳青柔眉心动了动，想到追她的男生确实没几个有钱的，就连最优质的备胎林离也穷得连个苹果手机都送不起。要不是他长得还行，平时大方又混得开，柳青柔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。多少钱？588一次。虽然有点贵，但是又不用自己花钱。林离洗59次头就够买单了。随后柳青柔直接应了下来。果然越美的女生越对自己色的。对了，最近店里有个活动，水疗跟明星跳眼一起做的话，水疗免费送，只需要付明星跳眼的钱。多少钱？1888。只需要林离洗190次头，就能让我引领时尚潮流，他的付出是值得的。行，就做这个。我再跟你说句套心窝子的话，近2000都花了，你要是信我，不如再……接下来的一切都十分顺利，柳青柔也非常满意。看着柔顺发光的发质，在打量着挑染出来的发色，她能想象出来回到学校后，寝室那些室友惊艳的眼神。这么想着，柳青柔抿唇笑出声，挎着包镜直往外走。但下一秒，她就笑不出来了。前台捧着账单挡住了她的去路。柳小姐，刷卡还是现金？拦我干嘛？去找林离啊！我的消费一直都是记在林离身上，到时候你直接从他工资里面扣就行了。我都来过好几次了，怎么还搞不清情况？没有一点眼力劲，难怪只能做一个没出息的前台。不好意思，柳小姐，总店下了规定，不允许店员预支工资给客人付款，来的客人必须现付。柳小姐，要么你现在给林离打电话过来买单，要么你就得自己买，一共6600，刷卡还是现金？6600，你抢钱啊！这话一落，偌大的店铺都安静了，前台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不见。感受到频频投过来的打量目光，柳青柔低下头，整张脸涨红。她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去，或者掏出钱甩在前台脸上，叫前台看清楚，她这样的校花大美女是不缺钱的。哼，都怪林离，店里改规定了也不跟我说，害我因为这点臭钱差点丢了脸面。柳青柔压下心中的埋怨，跑到一边给林离打电话，可连续打了好几个，却一直无人接听。林离竟然敢不接我的电话！不接电话，这么多钱我该怎么付啊？该死的！林离，你倒是接电话啊！再不接我就生气了，我真的生气了。一抬头就发现周围人看他的目光越来越不对了，这让柳青柔心底升起一股无端的屈辱与怨气。她气冲冲地看着前台，不就是6600吗？我又不是付不起，我身上没带那么多现钱，明天过来给你，行了吧？哼，小本生意，概不赊账。你是不是怕我付不起？有林离做担保，你还怕我逃了不成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都说了，我没带那么多钱。哼，你没那么多钱，你做最好的水疗，做最贵的套餐，选进口染发剂。你没那么多钱，你装什么千金大小姐呢？赶紧的买单！今天你要是付不出钱，你就出不了这个门。门口发生的这一幕，被马路对面的林离看得一清二楚。看着柳青柔被6000多块钱逼得手足无措，再看着她一遍一遍的给自己打电话，最后都快要被逼哭了。林离的内心不知道有多爽。柳青柔这个白眼狼，这些年吃我的用我的，还一副贫贱不能移的清高样。要不是前世他哭着说家里断了他的生活费，父母逼他回去相亲换彩礼，接着又给我画饼，说一毕业就和我结婚，我又怎么会义无反顾的退学打工，就为了供养他？结果大学毕业后，他又要读研，林离一句话没说就供他考研，他累死累活的扶他青云志，换来的却是上岸先斩意中人。柳青柔轻飘飘一句你是个好人，就打发了他整整5、6年的付出。上一世我拒绝并交富婆求爱，一心挂在校花身上，为了富婆不再纠缠我，我甚至捅了他一刀。
他失望离开后，我起早贪黑打工供校花上大学。4年后，只换来了一句“你是好人，我们不合适”。心灰意冷下，我选择了跳河自杀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死的这天，他回来了。我的灵魂飘荡在天上，看到了4年不见的他，穿着红色衣服，跪在零下10几度的江边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我。柳青柔，我可不是什么一笑泯恩仇的好人，这一次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，你还怎么岁月静好，还怎么维持你那清高的小花架子。林离讽刺一笑，而后拿起手机，找到一个号码，拨了过去。燕哥，有什么事？问你个事，大学生要是想贷款办信用卡，都需要些什么条件？有资产或工作吗？又或者是个好看的女人？不对，李哥，那个叫刘什么柔的女人缠着你要苹果4吗？你可别办，这利息可有点高了离谱。来一趟大学街，柳青柔因为付不出钱被扣押在店里了，给他办，提成记得分我1半。我操，哥等我。不到一会，一名男子就冲进了店里。有事要办贷款和办卡，现在活动力度大，打款的速度刚刚低。隔着老远的距离，林离都能听到柳青柔震惊的呼喊声。1个小时后，被6600难到的清高校花拉不下脸去找同学借钱，只能红着眼办了高利息高费用的金卡，毕竟普通卡的额度不够用。柳青柔刷卡的时候，肉疼的脸都白了，她觉得好委屈，好委屈，好想哭。这里每个人看她的眼神都带着嘲弄，就好像她是个没钱又死装的虚荣女一样。明明店里都是默认邻里买单的，明明以前的每一个电话邻里都会秒接的，这下你满意了，你们都满意了，这个破店我再也不会来了。等邻里回来，你告诉他我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，我是不会原谅他的，哪怕他给我买苹果4，我都不会原谅他。说完，柳青柔攥着卡，红着眼眶跑了出去。坐在车里的邻里一个没忍住笑了出来，听着身后车里传来的嘲笑声，柳青柔羞愤欲死，连头都没敢抬。我恨你们，你们全都欺负我。柳青柔哭得有多伤心，屋子里萧官和老高就笑得有多开怀。2人蹲在角落里，捧着计算器，开始哒哒哒的算提成。冤大头不常有，尤其还是像柳青柔这种没脑子的冤大头。在人均工资不到2000的轻市，谁会傻到弄得头发花6600呢？年哥来了，喊咱们出去一会。在哪呢？他说在对面的车里。龙眼，话说严哥今天是怎么了？之前他对柳青柔不是宝贝的很吗？成天省吃俭用的，还说要凑工资给他买最好的手机。莫非他俩今天吵架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这总归是个好事。随即3人向着路边停着的3轮车走了过去，却没看见林离的身影。兄弟们，哥在这呢，往哪里找呢？从车里钻出来的林离顿时吓了3人一跳，几人震惊的对视一眼，再看一眼林离，又看一眼林离边上停着的跑车，这还是口袋里掏不出几个字的离哥吗？随即龙眼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离哥，你终究还是多。上一世我拒绝并交富婆求爱，一心挂在校花身上，为了富婆不再纠缠我，我甚至捅了她一刀。他失望离开后，我起早贪黑打工供校花上大学。4年后，只换来了一句“你是好人，我们不合适”。心灰意冷下，我选择了跳河自杀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死的这天，他回来了。我的灵魂飘荡在天上，看到了4年不见的他，穿着红色衣服，跪在零下10几度的江边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我。离哥，你堕落了，你飘了，多少钱一天租了跑车？什么叫堕落了？我看起来像那种人吗？你都开上跑车了，还不像呢。离哥，你不能颜面呢，尊严呢，气概呢。缺钱你跟我说，我下个月工资都给你，你可不能向那个邪恶又丑陋的老女人屈服。前世林离对神扰怨气颇深，形容神扰的时候多少带点主观意思，导致龙眼认为纠缠他的那个女人就是个又丑又肥又恶毒、有点小钱的老富婆，而且还想用钱羞辱包养他。什么丑陋邪恶的？别对人家意见这么大。再说了，这车是借的。对了，柳青柔的事办得怎么样？刷卡6600，成本就一支水疗跟研发膏，几十块钱。我跟店里提前打过招呼，咱俩每人能分个1000多。我这边办卡了手续费扣了他不少，我这每人能分个600-700。我也，你去跟店里请半天假，跟我去个地方，再跟店长说我不干了，让他现在就把工资结出来。另外2人也看向林离，但谁都没问原因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错觉，记忆中的林离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。没过多久，龙眼就拿着2000多块钱回来了。国庆放假我会去一趟试试，你们要是觉得我这个人靠谱能跟，就回去凑几万块钱跟我去试水，要是没这个想法就当我没说过。对于这些最后分道扬镳的朋友，他既然回来了，能顺手拉一把就拉一把，拉不了就算。好了，我跟龙眼就先走了，你们好好考虑一下。随着跑车的引擎声越来越远，萧冠跟老高对视一眼，几万块钱，别说对于刚出社会的2人，就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也并不是个小数目。没必要，我这样挺好的，况且这些钱我也拿不出来。老高脑海里闪过林离那身穿着以及跟平时不太一样的气场，心一狠，掏出手机道：“横竖几万块钱，输了就还2年债，怕什么？喂，表哥，是我，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”
龙眼坐在车里，啧啧地打量着这辆对自己来说遥不可及的豪车。离哥，你是不是要开始大展宏图了？缺多少钱？明天我去给你带出来。钱的事你不用管，我记得你手艺还行，会做鸡吗？这不太好吧？咱们还没穷到要我去做鸡。你丫的在想什么？我说的是煲鸡汤。离哥，你该不会是想煲只鸡给柳青柔道歉吧？不是他，是我的准女朋友受伤住院啊，我晚上去看看她。离哥果然还是向那个恶毒老女人屈服啊！那得是什么样的年纪才需要喝鸡汤补身体？还有，怎么受伤？该不会是昨晚运动过度闪了腰吧？早知如此，还不如继续追柳青柔呢。这要是被群里的兄弟们知道，李老大屈身在一个恶毒老女人脚下，不行，晚上回去得给兄弟们打打预防针，不能让大哥在兄弟面前丢了脸。很快，两人便买好了煲汤需要的东西，开着车朝着住处驶去。开到一半，看到跟自己交叉而过的吉普车，林离心里莫名咯噔了一下。沈家的保镖不在医院守着，来这干什么？糟了，差点忘了我的愿望条。与此同时，青市医院最顶层的 VIP 手术室外，女医生跟沈家保镖紧张的呼吸加快。一名中年男子拿着手机在走道来回徘徊，手中的电话接通后，中年男子停下了脚步。你们每天都在干什么？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省里竟然能发生这么恶劣的事件！要是这孩子在我地盘上出了什么事，你们的路子也该到头了。就是我也保不住你们。通知下去，各市全面戒严，严厉清除恶事团伙，零容忍，零懈怠，绝不姑息。电话一挂断，手术室的门就打开了。见到院长出来后，中年男子轻舒了口气，快步跟着院长去了办公室。此时，病房内的沈扰已经醒了。沈家保镖和女医生一进门，就能看到沈扰唇色苍白的倚靠着病床，远远看去就像是一碰就碎的瓷娃娃。我做了个梦，梦到黎黎抱着我，她说她不走，不会再离开我了。她还跟我解释，说那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小姐，你没有做梦，那是真的。你晕倒前，管家给你发了几条消息，要看吗？好。如林医生猜测的一样，在看到管家报备的短信后，沈扰那张抽去生机的容颜，刹那间变得生动起来。你要是一直这样该多好。他去哪儿了？小姐，他开着车去见你了。保镖队长犹豫了几秒，还是将接下来的话说了出来。柳青柔也在那。沈扰脸上的血色顷刻间被抽干了。这奇怪的变化，果然还是为了柳青柔吗？病房瞬间陷入诡异的沉寂，沈扰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道：知道了，我没在青市的这几天，他都在做什么？周二下午，林离回学校报道，中途收到了柳青柔想喝奶茶的消息，买完立马送去了隔壁大学。周三全天在店里兼职，挂断了您打的17个电话，晚上还把您的车库给砸了。周四，柳青柔发了空间，暗示他看中了商场的兰蔻口红，林离请假去商场买了2支，中途路过许愿树，他又花5块钱报了条愿望。沈扰靠在枕头上，眼神很空，好像整个人都要碎了。他已经义无反顾地朝林离走了99步，不需要他回应，也不需要他往回走，只需要他站在那里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他就能顺利地抓住他。可他凶狠又厌恶，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推开了。小姐，放手吧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放不下。林医生，你知道的，他对我真的好重要。唉，可是你已经打扰到林离的生活了，他现在很讨厌你，讨厌到他以往写的每一条愿望单都在咒你消失。他宁可去美发店当洗头工，10块的给柳青柔凑出一台苹果手机，也不愿意接受你半分好。小姐，1年了，你应该明白，有些东西是强求不来的。我们回家吧，好吗？沈扰眼尾泛红，张嘴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发现喉咙干哑，发不出声音。他想说不好，他就是要强求，可脑海里那抹越来越厌憎的眼神却挥之不去。残酷的现实在告诉他，强求的结果就是林离越来越厌恶他，他只能无能为力地闭上眼睛。林医生，我想看看他写的是什么。保镖看了林医生一眼，而后快步出了医院，朝着10几公里外的愿望树赶去。而林离也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商场赶去。林离刚想起来前2天他路过商场的时候，又花了5块钱在许愿树上挂了一条愿望单。林离知道自己的行踪不是秘密，保镖一定会像往常一样将那张条子取下来交到沈扰手里。他光想想觉得透心凉。前世就是因为这张许愿调成了沈扰决定放手的导火线。哥，你干嘛呢？找我挂的许愿条。好在没过多久，林离和龙眼就同时注意到了一串文字，上面清晰的写着：让心肠丑陋的沈毒婆厄运缠身，被撞身残，再也没有时间来纠缠我。这就是住院的原因吗？离哥该不会是诅咒成真，所以才赶过来毁尸灭迹的吧？年轻不懂事，瞎写的。其实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我觉得他挺好的。哥，你不用解释，我懂。龙眼亲自目睹他那宁折不屈的大哥，前天喝酒还喊着就是死，从那跳下去都不会屈服的大哥，提起笔写出了一行字。幡然醒悟后，才明白真情最可贵。愿我的沈小姐平平安安，早日康复，原谅我以前的过错，永远陪在我身边。堕落了，离哥真的堕落了，怎么能为了真情，呸，是真钱，就屈服于一个身残丑陋的老毒婆身下？我简直不敢脑补那副可怕的场面。
离哥这个年纪承受了不该承受的苦，看来还得贷点款帮帮离哥早日脱离那个老女人。而淋漓完全听不见龙眼内心的呐喊，而后在心里默念了一遍：以前的愿望全作废，保佑他好好的，剩下的最后一步我会朝他走去。病房内，几名穿着干部装的中年男子，年轻的30岁左右，年长的50来岁，他们都保持着毕恭毕敬的姿态，脸上带着真诚的关怀，眼含歉意看向沈扰。作为轻视治安的负责人，我很抱歉让沈小姐受到了这样的伤害。老郑啊，你确实该好好管管治安了。我在会议上接到沈小姐出事的消息，吓得一下午都心神不宁啊。就是不知道沈小姐来轻视，是否有什么事要处理？有没有我们能帮上忙的？我们定然会为像沈小姐这样的人民竭力服务。这群走出去会令整个青市抖3抖的各部老大们，在上午接到上头劈头盖脸的训斥电话后，吓得分分钟召开紧急会议，一结束，他们就马不停蹄的来探病了。而沈扰只是淡漠的看了他们一眼。好意我领了，我会跟江叔反馈的。几人听到江叔2个字，神色明显轻松了几分。江叔就是下午在手术室门口打电话骂他们顶头上司的中年男子，他都承受不了沈扰出事的后果，可想而知，坐在他们面前的这位沈小姐，要是有生命危险，对他们的打击会有多重。时间也不早了，那沈小姐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尽管联系我们。正当几人准备离开时，只见一名男生冲了进来。我的沈小姐，你醒了，快让我好好看看。沈扰心间一颤，立刻睁开眼睛，旁边几位大佬也同时一惊。我记得这层病房不对外人开放啊，怎么还有人进错病房作死啊？淋漓十分自然地走到沈扰面前，把大佬们看得心脏都提了提。这人莫非跟沈小姐很熟？在众人震惊之余，淋漓摸了摸沈扰的额头，没发烧，怎么不说话？我的沈小姐。沈扰目光紧锁着淋漓，眼底好像有什么绷不住的情绪，疯狂肆意。我这是还在做梦吗？淋漓，我在呢，我的沈小姐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我的沈小姐。沈扰望着离他只有2步之遥的人，就2步，这么近的距离，他曾经觉得仿佛有万丈之距。医生怎么说？伤口严重吗？怎么感觉你看见我一点都不惊喜呢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看到你我就开心。唉，看样子小姐是彻底放不下了。可你倒是矜持一点儿，她成天刺激你折磨你，有一次下雪天骗你出去，结果把你丢在零下10度的郊外荒野，害你差点出事，你又忘了。几位大佬互相对视，最后都庆幸留了下来。他们在病房关怀了他1个小时，还比不过这小伙子献个身来的动容。沈小姐，这位是淋漓，你们以后会认识的。几位大佬纷纷向着淋漓点头问好。林先生果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淋漓真的没有想到，前世难以搭上线的后台，能上电视台的大人物，这辈子主动谦和的向他打招呼。沈扰的身份好像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，这样的他为什么会视他如命？他至今都想不明白缘由。林先生，这是我的电话，平时我也比较忙，你要是有空可以来我部门坐坐。其他几人都庆幸的想着，搭不上沈小姐，搭上这个淋漓也行。沈小姐，那我们就先离开了，您保重贵体。淋漓看着这群穿着干部装的大人物退离病房，然后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名片，心情有些复杂的放进了兜里。淋漓收拢思绪，看向唇色苍白的沈扰，心里说不触动是假的。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打滚了10几年的人，他知道沈扰那句话的分量有多重。他在用他的身份，在不过度插手他生活的前提下给他铺路。淋漓心酸的拉起了沈扰的手，谢谢我的沈小姐。你不会怪我吗？怪我干涉了你的生活？不会，以后都不会了。这1年我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，直到最近我才看清很多东西。你听着，从今天起，以前的淋漓不在了，现在的淋漓会好好对你。接下来我会用行动告诉你，淋漓会朝你走最后一步。上一世我拒绝并交富婆求爱，一心挂在校花身上，为了富婆不再纠缠我，我甚至捅了她一刀。她失望离开后，我起早贪黑打工供校花上大学。4年后，只换来了一句你是好人，我们不合适。心灰意冷下，我选择了跳河自杀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死的这天，她回来了。我的灵魂飘荡在天上，看到了4年不见的她，穿着红色衣服，跪在零下10几度的江边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我。林医生，他刚刚喊我什么？林医生抬起头，难以启齿地挤出2个字：他叫你宝贝。这小子什么时候学的花言巧语？不对，肯定是为了哄骗小姐才说的。林医生，这是梦吗？不是梦，是真的。他在几分钟前叫了你一声宝贝，让你乖乖睡觉，他白天再来看你。另一边，兄弟龙眼已经开始拆家了。卧槽，离哥真把那什么柳校花放假，还坑了他几千块钱刷卡。你说他谈女朋友啊？你下午还陪着他去买了只鸡煲汤，住院是咋回事？这么大的事，离哥怎么不说呢？事情要说大吧，其实也不大，就是谈了个有点小钱的富婆。虽然一言难尽，但是你们说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是不是好事？还有，离哥准备去绅士那边闯一闯，一旦闯出来，前途必定不可限量。到时候我们这些兄弟去投奔他，他能不管吗？说实话，我都有点心疼离哥了，他为兄弟们铺路太累了，我不过就劝他谈了个女友。对，是我劝的。虽然他那个女朋友年龄有点大，
可能残了，长得吧比较偏驱邪一点点，但耐不住性格好啊。虽然胖了点，但是胖点性难啊。更何况他支持离哥的事业。你们说，离哥为咱们付出了这么多，还要孤身一人去外地闯荡，在感情上更是能屈能伸。我们这些做兄弟的，要是对不起他，是不是要遭雷劈？众人浑身一震，仔细一琢磨，好像是这个道理。林离为人大方，又讲义气，他要是真混出头了，看到他们落难找不到工作，能束手旁观吗？离哥这是为了给我们打头阵，连柳青柔这样的校花都放弃了，果然兄弟情谊大过金，离哥高尚啊！众人的一言一行被隔壁桌的女同学听得清清楚楚。天哪，咱们班的林离他真的假的？班长，这件事你知不知道？我今天确实在医院看到他了，我以为他是去看辅导员的，没想到是去看女朋友的。或许是我想多了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我也是猜测。而且他兄弟不是说了吗？他女朋友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，至少性格好，性感有肉，有点小钱，还支持他的事业。切，是我高看他了，真不知道他怎么下得去嘴。这种人毕业后能有什么出息？旁边几人都沉默地低下了头。他们虽然跟林离不熟，但也听人说过林离以往的那些事迹，确实是有点人格魅力在的，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服他。时间很快变到了第二天，林离被一阵信息的铃声吵醒。林离，我可告诉你，柔柔可不是外面那种吊凯子的虚荣女人，你知道的。以她的身材跟美貌，她但凡想在大学里过好一点，大把人愿意给她花钱，根本就轮不到你来追。她现在很生气，昨天被你们店里的人联合起来骗了。你赶紧打电话道歉吧，回来的时候她委屈的眼睛都红了。苹果手机等她生日的时候再说，现在先帮她把钱还了。这闺蜜跟柳青柔是穿一条裤子的，有些话柳青柔不好直说的时候，就会让闺蜜出马，这样她就能端着架子美美隐身了。看来柳青柔被寄回学校后，就等了自己一天的道歉电话。是，她可是一本大学的校花之一，舔狗从学校都排到了法国，哪里能闻得上我呢？你说她不掉凯子，她不虚荣，她做一个头发6600，半夜发空间说想要苹果4，都是隔壁村的，装什么高贵大小姐呢？还想让我给她还钱，还是要苹果，管是王子酒店的公主都没她能买。我真是瘪了狗了，有生之年遇到你们这两个又当又立的货色，傻逼，滚！想到上辈子宫柳青柔考研毕业的艰辛日子，林离就咽不下这口气。她拿起手机一顿输出，骂完之后终于爽了。可远在大学宿舍的闺蜜晴天霹雳，她攥着手机，眼珠子死死地盯着屏幕上面的文字，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。这是林离这个备胎能发出来的话吗？林离昨天敢不接我电话，害我丢了那么大的脸。你是不知道，店里那群人看我的眼神跟看没钱装大款的女屌丝一样，想想都气。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，就算他现在把苹果手机摆在我面前，我也要考虑考虑。自顾自地说完这些话后，柳青柔并没有得到反馈，闺蜜依旧保持着看手机的姿势，像是看到什么惊人的信息一样。这么震惊，难道道歉礼物比手机还贵？说吧，他都发什么了？别理他，他让咱俩滚，还说你比管事王子酒店的公主都能卖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柳青柔皱着眉头，赶紧将手机抢过，低头一看，那清晰入目的文字看得她瞳孔紧缩。柳青柔如雷轰顶的傻在原地，脸色刷得白了。柔柔，林离他这是怎么了？你们是吵架了吗？哼，林离，你怎么敢的呀？我发誓，你完完全全的失去我了！你竟然敢这么侮辱我！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考了个破大专，还是个没出息的洗头仔？谁看得上你送的破苹果手机？气死我！我柳青柔想要什么没有？追我的人从宿舍排到了非洲，我要是再原谅你，就去吃土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医院顶层内，沈扰从早晨就开始等到晚上7点，可答应要来看他的人还是没有出现。他还没来呢。或许，可能，应该，估计被什么事情耽搁了吧。他是不是在骗我？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想看到我？应该不会，虽然话有点难听，但小姐您知道的，以往他连骗你的欲望都没有。再等等吧，林离会来的。感受到病房越来越低沉的气氛，林医生真怕沈扰失去理智，便想着转移注意力，目光看向了放在桌子上装愿望条的盒子。想了想，他还是再次询问了一下保镖：“确定是这个吗？”林医生，你放心吧，我亲眼看见是林离挂上了。林医生赶紧将盒子递到沈扰面前，示意沈扰打开看看。这短短10秒的时间里，林医生的心都提了起来。打开愿望条的那双纤手看似平稳，实则指尖却冷得发僵。沈扰总觉得昨天发生的一切比做梦还虚假。可下一秒，沈扰整个人僵住，在林医生跟众保镖担忧的注目下，沈扰心口跳动，垂下的睫毛轻颤的不像话。是骗我吗？林离，我会当真的。你这样许愿，我真的会缠上你的，可能这辈子都舍不得放下了。沈扰这张很早以前就抽去了生机的脸蛋突然笑了一下，这一笑恍若天仙，林医生都看愣了2秒。林医生立马凑近一看，只见那张许愿条上清清楚楚地写着：幡然醒悟后才明白，真情最可贵，愿我的沈小姐平平安安，早日康复，原谅我以前的过错，永远陪在我身边。我靠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一阵推门声将林医生的思绪拉回来，转头一看，手捧着鲜花的林离已经走了进来。抱歉，遇到点实在晚了，送你的，好
好看吧？沈扰所有的克制跟理性瞬间破碎，深藏在眼底的爱意倾泻而出，直接扑进了林离怀中。好看，只要是你送的都好看。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，却不担心我会当真吗？我的沈小姐，送你束花就是好了，那你以后可要传说住啊，我会对你更好的。还有，这本来就是真的。沈扰心口泛起密密麻麻的爱意，他仰头看着他，像在注视着他的全世界。你明天还会来吗？明天啊，明天我得回一趟学校，但你要是想我了，可以给我打电话发信息哦。院长说你还要休养几天才能出院，这期间有空我就会来看你，你要乖乖的，等出院那天我送你一个礼物。沈扰的眸子更加明亮了。不过国庆前我会去一趟绅士。这话一出，沈扰周围的气息就冷了几分。我不是故意避开你，更不是因为不想看到你才在假期迫不及待的离你那么远，我是去办点事。我的沈小姐那么好，我不变优秀一点，怎么堵得住悠悠之口啊？被内涵到的林医生跟众保镖嘴角抽了抽，抬头望天。或许林离真的变了，不会再伤害小姐了。上一世我拒绝并交富婆求爱，一心挂在校花身上，为了富婆不再纠缠我，我甚至捅了她一刀。他失望离开后，我起早贪黑打工供校花上大学。4年后，只换来了一句“你是好人，我们不合适”。心灰意冷下，我选择了跳河自杀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死的这天，他回来了。我的灵魂飘荡在天上，看到了4年不见的他，穿着红色衣服，跪在零下10几度的江边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我。转眼，时间变到了周五。这几天林离一有空就会去医院看望沈扰，作为贴身守护的心理医生，痛并快乐着，因为他清楚地认知到沈扰没有那么患得患失了。在林离回头之前，他通宵发呆，2、3天不进食，放人字以受伤生病。林医生真怕他死在某个未知的晚上，而导致这一切好转的是林离。明明是身份悬殊的2个人，以前也没见过面，小姐是怎么喜欢上他的？林离也是，怎么突然翻来回头了？不过好在来青市这一趟的提心吊胆总算是结束了。他可是沈家唯一的独苗苗，我跟我全家的前程都系在他的身上。现在准确的来说，好像是系在林离身上。林离啊，你可千万不能玩我。回学校的林离拿起手机拍了张黄昏的照片发给了沈扰。沈扰盯着屏幕看了好几秒，沈扰下了病床跑到窗前，连续拍3张照片发给了林离。晓看天色暮看云，行也思君，坐也思君，这是我想你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比我想你要更想我3万倍了。为了奖励你，给你订2份粥，记得吃晚饭，明天我再看来你。林离收拢思绪，一抬头就看见不远处朝他瞥过来的一群人，大约有7、8号人，也是大3的学生。其中一个男的双手插在裤袋里，酷酷的、痞痞的，看起来有些傲的模样。魏哥，那天我听到的话就这么多了，我只知道林离在美发店当洗头工，农村来的，最近谈了个身体有点残缺，但身上有点小钱的女朋友。行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魏哥好霸气，好酷！要是我也能做桑塔这出戏，能被捧着叫大嫂就好了。对于陈班长来说，魏哥可是真正的大人物。他跟林离这种洗头仔混子不一样，人家是有产业、有收入、有小弟的。魏哥盯着林离的背影，嗤笑了一声。他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出去，电话一接通，他就收敛了那副狂傲的态度。杨哥，是我，你说的那小子，我打听到了，他只是被富婆包养的穷酸小子而已。莫非杨哥知道这小子被富婆包养了，想从他手里捞点？杨哥，这样晚上我就组个局，让林离跟你赔个不是，再赔点精神费。杨哥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，把事情接过怎么样？如果那小子识趣的话，那倒也行。那行，那赔礼的地方就定在荣华酒楼吧，一个林离而已，能让我亲自去请他，还背地里偷着乐吧。兄弟们，咱们走。而此时，林离正在接听电话。张队长已经到校门口接你了，麻烦了，还要他特意过来接我一趟。好了，等你到了咱们再说，我在荣华酒楼等你。可以，那郑叔，咱们荣华酒楼见。倚在车身旁的张队长远远的就看到了走过来的林离2人。张队长刚准备伸手问好，就见好几人将林离2人给围了起来。林离是吧？知不知道你惹上大麻烦了？你想表达什么？你惹了不该惹的人，我这是在给你擦屁股。再怎么说，你也算是我地盘上的人，我有管你的义务。杨哥给了我面子，只要你去荣华酒楼给他道歉，再随便赔个2、3万的精神损失费，这样两边都相安无事。不然就凭你惹下的事，怕是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如果我不去，你会怎么样？既然你是我地盘上的人，犯错了不愿意道歉，那我这个当老大的就只好替杨哥教导你规矩了。行，那就荣华酒楼见吧，到时候我肯定给你们好好赔。紧跟着离开的龙眼一脸同情的收回目光，朝张队长走过去。不对啊，这过程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？魏哥，这小子太傲了，根本就不把您放在眼里。再好又能怎样？还不是去荣华酒楼了，他敢不去吗？别说魏哥不会放过他，就是杨哥也不会放过他。看着吧，杨哥可没咱那么好说话，到时候有他苦受的。咱们走。然而魏哥怎么也想不到，林离不是怂了，而是他们踢到铁板了。
刚刚他们的行为都被他这个刑警总队长看得一清二楚。喂，是我，给我立即通知巡查一队，让他们带着人没了荣华酒楼，便衣行动，不要暴露身份。告诉巡查2队，让他们堵在酒楼的各个道路口，不允许放过一个人。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势力团伙，竟然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玩帮派老大那套。我正愁着找不到他们，对于这些恶势力坚决打击。挂完电话后，张队长扭头看向林离：“2位兄弟，你们受惊了！我真没想到这群人如此猖狂，我已经安排人过去了，必定将他们一网打尽。”我靠，离哥这关系好像有点牛逼。不对，好像是那位有些残缺和驱邪的嫂子有点牛逼。离哥为了我们真的承受了太多了。龙眼越想越觉得惭愧，然后抬头，眼含歉意与感动的看了林离一眼又一眼。龙眼这小子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啊。算了，不管了。张队长这么尽职尽守，作为轻视人民的我很有安全感。你也觉得我尽职尽守是吧？我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很快，几人便来到了目的地。郑部长已经早早的来到了包厢，等候着林离到来。这一顿饭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，更是代表了那天将他推出去的各部门老大。这不，郑部长刚坐下，手机就接二连三的响了。各部老大齐齐发来了问候，都在打探进展。这顿饭可不能出什么意外啊！此时，张队长正带着林离向着2楼包厢走去。10几名便衣男子正坐在荣华酒楼的大厅内，他们时不时朝门口打量几眼，很快便看到了走在中间的林离。看到没？就是他。今天张队来荣华酒楼，就是给他赔礼来的。好家伙，啥身份？这么大场面啊！别看了，后面2批都是，等会人齐后都扣押，动作快点，带回去直接审，别打扰到楼上用餐。另一边，只见杨哥带着一众小弟向着魏哥大步而来。好脸呢，还不让他给我滚出来！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，他也不打听我是谁。今天的礼要是轻了薄了，这事可没那么容易接过。小魏，你是知道我脾气的，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是，杨哥您大人有大量，我这就喊他过来。左右2桌喝茶的10几名便衣男子突然噌的站起来，人齐了，行。姐，你就帮帮我吧，现在京市的市场还没打开，你也知道女人爱妻美来有多能砸钱，你帮我去谈谈嘛。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龙眼，你拿着这张名片去荒邮几卷，绝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随后，林离低头对着龙眼窃窃私语了起来。尼哥，果真呢？相信我，去试试。龙眼抓了抓刘海，立马悟了，朝着前面正在打电话的女人走过去，边走还边喃喃道：“警方高端皮秒一出售，激光取出一切黑色素。我们店长最近也一直念叨着这玩意，真没想到在酒楼能碰上厂商，还给了我一张名片。这要是买回来了，那咱们店应该就是轻市第1家了吧？到时候肯定也能给我不少提成。换苹果有望了。”龙眼的碎碎念被旁边的女人听个正着。这位弟弟，你刚刚说什么皮秒仪厂商？能跟我说说吗？要是真的，姐姐也能帮你换个苹果哟。我靠，这还真的可以！龙眼立马表现出一副疑惑心动的模样，将林离交给他的话术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果然，蓝裙女人听到这仪器是精密仿制，效果能达到正品95%的时候，就彻底站不住了，眼睛一直盯着他手里的名片。弟弟，这样你看能不能把这张名片给我？姐姐也不白拿，这些钱就当帮你换苹果了。但这件事就不要跟你们店长说了。没过一会，龙眼就来到了林离面前。离哥给你，我现在还是有点不太明白，不就只是一个电话而已，为什么能值1个多月的工资？信息差而已，这些钱你留着花吧。就这才哪到哪呢？去绅士的票已经买好了，月底你跟我一起去。等从绅士回来之后，哥会让你买最好的手机，开最长脸的轿车。龙眼不在意的侧过身去，抹了抹被风吹红的眼眶。想改变这苦逼的命运，难道就非得离哥屈服在一个丑恶的老女人脚下吗？你要去绅士，可现在离放假还有1周，你需要这么长的假干什么？我的准女朋友受了点伤，在去之前，我想好好陪陪她。法蒂这么离不开你？是啊，没我不能活的那种。虽然你所处的学校只是大专文凭，但出了社会靠的还是个人能力，不是谈恋爱不好，而是你现在很年轻，你有无限种可能，不一定要走捷径，要放下人格，你以后可以靠自己的自身能力达到月薪过万的高收入。现在省里对职专人才很重视，开展了一项扶持评审，咱们省里共有53所大专，每个学校都会推出30位学生在校创业，选中的人才，学校会给予5000到5万的创业金。听说你在美发店里做洗头工作，这也算门手艺，你可以申请在学校开个小店，或者摆个地摊什么的。先把表给填了，总归是个机会。要是被校方挑选中了，也能在校内做点小生意。林离接过申请表，刷刷的写完了2行字，便还给了辅导员。辅导员在看见创业资金申请那一页面上写着50万的一幕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林离，你是不是写错了？我不是说让你摆个摊什么的吗？摆个摊成本也就几千块钱，你上面怎么写着这启动金可是要50万啊？没错啊，我就是需要这么多啊。这小子他不是脑子进水了吧？难道学校的传言是真的？这小子绑上富婆了，看不上这些。
副导员，就这样交上去吧，我还有事情就先走了。这小子即便绑上富婆，眼界也不能一下子变这么高吧？哎，算了，就这样交吧。离开后的林离也没有闲着，去商场给沈扰挑选了一件礼物后，便赶去医院，准备去看望沈扰。病房内，沈扰已经换好了衣服，白皙的皮肤吹弹可破，一双黑亮的眸子往下瞭望，不管是穿着还是形象，她都很随意随性，可偏偏气质出尘。小姐气质这么出众，怎么就白瞎了林离呢？小姐，光是下午你就已经看了不下10遍聊天记录，林离就真的这么好吗？她很好，可放眼全国，比她好的人那么多。论学历，她只是个大专；论家世，京都随便一家高门子弟都能碾压。论人品长相，她还差点。你是不是对她有偏见？她对我来说就是最好。偏见这2个字把林医生干沉默了。那小姐，你告诉我，她自身有哪处优点？放眼全国是最好，哪一处？那总有因果吧？因为她做了什么，才导致你觉得哪都好？因为她是林离啊。我真有病，非得自取其辱。林医生，你说，如果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穿着相同颜色的衣服，这代表着什么？还能代表什么？说明创伤了呗。那有没有可能是缘分呢？一件衣服而已，哪来的什么缘分？你肯定是。这怎么就不是缘分呢？我这才发现，林先生今天的衣服颜色跟小姐很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情侣装呢。只是颜色像吗？难道不是情侣装吗？沈扰心头一热，仰头盯着林离。我们可以是吗？我们这不就是吗？沈扰就这样抬头望着林离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是林离一般。怎么啊，沈小姐要是后悔了，我可要收回刚刚的话喽。不行，不要收回，也不要离开我。上一世我拒绝并教富婆求爱，一心挂在校花身上，为了富婆不再纠缠我，我甚至捅了她一刀。她失望离开后，我起早贪黑打工供校花上大学。4年后，只换来了一句“你是好人，我们不合适”。心灰意冷下，我选择了跳河自杀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死的这天，她回来了。我的灵魂飘荡在天上，看到了4年不见的她，穿着红色衣服，跪在零下10几度的江边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我：“离哥，你上次说去绅士闯一闯这事，我想了想，我还是不去了。没钱是一回事，主要是我在这里挺好的，整个店里就我业绩最高，店长也很看重我。他还说，再过几个月就提拔我当洗头部的组长。这个月我的工资能有4、5千，在青市这个地方已经超越很多人了，所以我就祝你顺利吧。”然萧关嘴上喊着离哥，但实际内心里他还是觉得自己比林离强的，毕竟他口才好，情商又高，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都是林离的2倍。在这种衬托和对比之下，他觉得没必要跟着不如自己的人去闯，而偏偏穷得响叮当的老高却直接辞掉了麦卡的工作，厚着脸皮打了快半个月的电话，周围的亲戚跟朋友都被他借了个遍，又撸了2张信用卡，才凑齐3万块钱。果然人只有到借钱的时候，才知道周围的朋友是酒肉还是真心，总归是人之常情，但愿能翻身吧。我倒是没什么，2张信用卡还2、3年就还清了，就是龙眼，他那可是贷款，短时间内还不上，还是这辈子也还不清了。高才俊，你又在抽烟，抽就知道抽。小倩，我不抽了，别生气。看看我给你买了鞋子，你一直喜欢的那款。你就不能戒掉吗？这几年抽烟的钱加起来，算都能给我买个手机了。再看看我那室友，素颜也没比我强多少，他的追求者却给他买了个苹果，最新的那款知道吗？5000多。同样是人，差距怎么这么大？你怎么就这么废物？小倩，是我不好，让你在室友面前丢脸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努力了。哼，努力，这话你说了半年了，你自己信吗？真了，我已经决定明天跟着李哥去绅士搏一把了。要是成功了，我也给你买最新款的手机，快别气了。就跟着林离那样的，你们能闯出什么呀？更别说你还欠的3万的巨款，这可是3万，有那么多钱，你不给我花，不给我买礼物买衣服，你去跟林离鬼混。高才俊，我算是看错你了，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平庸了点，但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蠢。你明明知道我想要苹果，你明明有能力凑到钱，真是太自私自利了，你一点都不爱我。不是了，小倩，我不是不给你花，而是这个世界了，你相信我，我去绅士一定能赚到钱了，到时候你要什么就给你买什么。分手吧，废物，我不会相信你画的饼了，我刘小倩配得上更好的男人，你不买有的是人买。说完，刘小倩转身就离开了，只剩下老高在冷风中独自哽咽。我这半年那么努力，就是想给你更好的生活啊！可我没想到，原来你心里一直瞧不起我。我原本打算，要是读书了，回来就跟你分手，自己还2年债。要是赢了，你想要的东西，我就有能力买了。可你却……他仰了仰头，将眼眶里的水雾逼回去。随后他释然了，面对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，即便再努力也是徒然。他掏出手机给林离打去了电话。李哥，我把工作辞了，凑了3万块钱，想跟你一起去趟绅士。好，明天中午12点，车站见。
第二天一早，沈扰早早的就在楼下等候。不久，林离就出现在沈扰的视线里。只见林离穿了一套修身的西装，来到了沈扰面前。我准备走了，过来抱一下。几乎在他话落的同一秒，柔软香嫩的娇躯就扑进了他怀里。这些天好好照顾自己，他们都管不住你。伤口虽然好了，但也不能没事乱跑。等我回来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会乖乖等你回来的。宝贝真乖，那我走喽。在目送林离上车后，沈扰若有所思地看着林医生。林医生立马心领神会，对着后面的保镖说道：“快去备车，大小姐要出发去绅士。”在林离三人赶到车站时，已经有好些兄弟们在早早等候了。离哥，兄弟们听说你今天去绅士，都来送你。林离抬头一看，10几位兄弟虽然多少有点沧桑，但看起来却非常有干劲，都期盼着林离几人的这次绅士之行能带来好消息。多辛苦了！等我从绅士回来之后，我会让跟着我的兄弟们都过上好日子。记离哥，跟着离哥干，天天吃饱饭。林离没再多说什么，他拍了拍兄弟们的肩膀，走进了车站。然而，就在车站的不远处，站着2道纤细身影。小姐，周先生已经进车站了，我们也可以出发了。刚刚那一批人好像跟周先生很熟，听他们聊天的时候似乎很缺钱，需不需要？不用，他曾说过不喜欢我插手他的生活，更何况我认为现在的他不需要我插手也能很好。林医生深深地看了一眼沈扰，没再多言。而不远处的10几位兄弟们也注意到了沈扰这边。卧槽啊！仙女，有仙女！什么仙女？众兄弟闻言频频看去，可此时路中间被围得死死的，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人。一个巨美的仙女，真的，我发誓比电视里那什么王语嫣还好看，就在里面，就在刚刚，她那张脸嗖的从我面前晃过，那1秒钟我受到了暴击，该死的，书读少了，形容不出来。可惜了，离哥没看到，不然我敢保证，什么鬼女朋友都得放弃。